在没有战争的和平时代，中国正在用自己的双手完成一次文明级自杀。2050年，中国人口将跌破10亿，2100年只有3亿人，少于美国，少于非洲的一半，甚至少于清朝末年的水平。不是2040，不是2070，而是整整1个世纪的崩塌进程已在2025年正式开启。中国从一个14亿的人口巨龙，将缓慢又绝望地每25年减少4亿人，最后只剩一个白发苍苍、无子无孙、毫无活力的老迈空壳。更刺眼的是，这还不是最坏的预测。这是清华大学和西南财经大学联合发布的一份最新预测报告。基于目前的数据趋势，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维持在 0.72， 和韩国当前持平，在无战争、无社会动荡、经济稳定的乐观情境下，到本世纪末，人口只剩 3.2 亿。而更令人窒息的现实是，这种预测仍旧太乐观了。中国凭什么能保持韩国水平的生育率？韩国是亚洲唯一进入高收入国家阵营的国家之一，福利体系完整，女性就业稳定，教育资源集中。中国呢？东北、上海的生育率早就跌破 0.7， 部分城市已探底 0.6 甚至 0.5。中国根本撑不住 0.72 这个高位。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：2023年，中国一孩生育率仅为 0.5， 也就是2对夫妇中仅1对愿意生一个孩子。00后大学毕业，一半找不到正式工作，如何结婚生子？2025至2050年，中国将平均每年净减少850万人。2050至2100年，这一数字将飙升至每年1459万人。到2100年，中国将跌至全球人口第3名，被印度和非洲国家甩在身后。最后的人口中，超过 40% 是老人，儿童比例不足 5%， 新生儿可能只占全球出生人口的 0.6%。这不是出生率低，这是在走向种族性的人口枯竭。而这场灾难的样板城市已经静悄悄地走进了我们的视野，它叫抚顺。这个曾经经济辉煌、钢铁滚滚的东北城市，正以骇人的速度退化为空城。据国家统计局公开数据显示，2023年抚顺市全年新生儿只有5000多人，而它的美国兄弟城市底特律所在的维恩县，人口同样为170万，却诞生了2万多个新生儿。中国在人口萎缩上输得彻底。抚顺是中国的未来样本。人口学专家易富贤就曾说，东北比全国提前10年进入老龄化、少子化的人口绝境，抚顺只是冰山一角。我们可以预测，天津将是第一个走向抚顺化的一线城市。深圳，中国最年轻的城市，平均年龄只有30多岁，尽管人口流入旺盛，但生育率早已低于 1.0， 再过20至30年也难逃抚顺命运。北京和上海靠外来人口支撑着最后的繁荣，一旦年轻人不再来，衰退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结局。让农民工进城是中央目前寄望解决人口问题的方式，但结果呢？农民工进了城，不是去生孩子的，是被房价逼疯的。数据显示，中国城镇房价收入比已高达29倍，相比之下，日本是11倍，美国只有3倍。中国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占 GDP 的比例仅为 44%。孩子不是不愿生，是生不起。以前在小县城还能咬牙生2个，现在在北京、上海连1个都不敢想。中央一边喊全面放开生育，一边又坐视高房价、高教育成本，年轻人每月几千块工资，一半交房租，一半交花呗，拿什么养娃？房子绑架了中国的生育，也封锁了中国的未来。而中央寄予厚望的新城建设，比如沈府新城，
想复制深圳模式发展高科技产业，结果是啥？没人来了，全是老人，新城变鬼城。没有年轻人，哪来的科技？哪来的活力？神府新城正在快速进入空壳化，这不是特例，而是未来几十年里中国上百个新城将遭遇的共同命运。更大的危机是文明的沉沦。易富贤说过，生育率不是水龙头，想开就开，想关就关。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不是让石头自己滚下山坡，而是狠狠踹了一脚，把整个民族的未来推下了悬崖。如今想再往回推，几乎不可能了。即使奇迹发生，中国稳定在 0.8 的生育率，那也是台湾现在的水平。而如果跌到香港、澳门的 0.6， 那就是人口灭顶之灾。而这场灾难早已发生。中国已经不是一个人多的国家，而是一个老人多、娃少的国家。来看几个冷冰冰的数据。2024年，中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 3.1 亿，占总人口 22%。14岁以下人口仅为 2.3 亿，占比不足 17%。这个老大还小的结构和老龄化社会比，早已步入超老龄社会。到2050年，65岁以上人口将突破4亿，相当于整个欧洲的老年人口总和。而0至14岁人口将跌至 1.3 亿，不到老年人口的一半。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？满街都是轮椅、看护、医院，几乎看不到婴儿车、幼儿园、小学生。它不是科幻小说，而是你我即将活着进入的现实世界。年轻人不愿生，不敢生，还背负巨大的养老压力。目前，中国的抚养比已经超过 50%。换句话说，一个年轻人要养活一个老人和一个或半个小孩。未来这个数字还将飙升到 70%、80%， 甚至 100%。一对90后夫妻可能需要赡养4位老人加1位孩子。再乐观的人也很难对这样的人生模式抱有希望。中国曾经靠人口红利创造了世界奇迹，从世界工厂一路打上全球第2大经济体。可是从2012年开始，劳动人口减少，经济增速同步下滑。1979至2011年，中国 GDP 年均增长超过 10%。2012年，劳动人口开始减少后，2015年 GDP 增速降至 7%。2019年降至 6%， 2024年仅为 4.8%， 未来几年可能 2%、1%， 甚至负增长。经济学有一句名言，人口是 GDP 的影子。孩子少了，工厂招不到人，企业增长乏力；老人多了，医疗、养老金成本飙升，社会负担加重。而中国的社保体系是典型的现收现付制，也就是说，现在的年轻人缴的钱是给现在的老人用的。那将来呢？没人了，谁来养你？中国正进入一个可怕的时代，老无所养将不再是个别现象，而是普遍危机。而更悲剧的是，这一切中国人自己一手造成。计划生育政策让一代人只知少生优生，从小被教育不生最好。高房价、高教育成本把年轻人生育意愿彻底磨光。医保、社保、托育体系形同虚设，政策口号喊得震天响，落地全靠感动自己。生育补贴几千块顶多抵得上一次孕检，连坐月子的钱都不够。幼儿园排不上队，公立中小学拼爹程度堪比寄央企，谁还敢生？于是生育从权利变成了负担、惩罚，甚至原罪。中国人不是不爱孩子，而是被现实逼到了不敢爱的境地。而在这片低欲望、低增长、低希望的土地上，我们的未来正如同夜色般沉重。你可以说，中国仍有高铁、天眼、登月计划、AI 发展，但请你记住，
这一切的背后需要有人来支撑。而中国正在失去人，没有孩子就没有教师，没有年轻人就没有创新，没有劳动人口就没有税收、社保、增长、消费、活力，没有未来的社会只能沉溺于过去。这不是夸张，这是一道写在联合国报告上的人口逻辑题。到2100年，中国出生人口将只占全球的 0.6%， 人口总量仅为3亿，全球人口比重跌至 3%， 与1820年占比 37% 的人口王国相比，缩水超过 90%。我们正亲手关闭一个文明的篇章，却还在自欺欺人地喊民族复兴。什么复兴？复兴靠谁？人口是所有伟大叙事的起点。一个没有年轻人、没有孩子、没有未来的国家，连走路都困难，何谈奔跑？历史不会记住人口政策这4个字，但历史会记住我们这个时代是如何在和平年代、没有战争的情况下，让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慢慢走向凋零。今天你不生，明天你不敢老，后天你甚至连死都死不起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这是中国孩子将面对的一生。一个人口结构正在崩塌的中国，需要的不是口号，而是真相。